欢迎来到仓鼠的玩具分享频道啊！最近一直没有更新，是比较繁忙啊。今天压了也是不少的玩具没有做分享，到的还挺多的。那么今天先做这个最近热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别尔他们家的这个光武士啊，体拳光武士热度还是挺高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出货的时候，价格应该是炒高了。不过最近现在是光速的再版，再版的价格其实已经跌破最初的预定价了。我这个预定价是比现在群友拿的价格要贵一点的，就是这个虽然说热度很高也炒起来，但是回落的也很快啊，再版的速度真是相当的快。整体来说，关节阻力很不错，然后造型也可以，虽然说有些地方是不尽如人意，但整体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值得购买的一款玩具。包装盒呢，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人物峰会，然后下边一个18+的一个提示，背面就是一些警告了，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大纸盒子，而且比较薄。配件量来说呢，我定的是豪华版，但是其实我感觉也没有太差，手型给的还是比较多的。手型上来一对这种半握持吧，这种半握持手型这么一对，然后一对握拳手，然后一个左手放松，右手的指向，加上我本体的一对握持啊，这就是手型上的这个所有。然后2套特效件，一个是火焰的特效件，燃烧像的，还有一个是挥砍剑的特效件，这么2套特效件。最后呢，就是这个2把武器了啊，刀鞘我已经装在他这个身上了，然后2把刀是金属的，是刀身上做了一些血色的这个喷涂，但是这个血色喷涂我觉得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好看，刀做的还可以。握把的细节，而且刀鞘还是比较紧实的，就是装上后并不会往下掉。最后给了一个地台，地台这里给了一个灯，是靠这个小件去吸附的，从下边去碰。它这个灯并不是装的很紧，而且颜色一直在变，有好几种颜色，黄、红、绿、蓝一直在变色。但是这个效果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或者变化，就是它并不是特别亮，只是这么一个小灯，所以聊胜于无吧。但是这个可以打开，用来装放它的这个手型。不过特效件放不进去了，特效件比较大，就差一点点。其实我还说还不如再做大一点，把这个特效件也可以放进去。那么回归本体，我们来看一下玩具的主体的整体的表现。首先咱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身上的盔甲的细节，精度还是很不错的。这家做的瓦王的精度也很高，就可动比较拉垮，但是精度很高。这一次的光武士的这个盔甲的精度做的也相当可以，整体的纹理并不肉。虽然用的是软胶，但是效果还是很不错的。那么从上往下一点捋，首先头部这头呢，我觉得这个开合嘴做的不太好看，就一张开后，它的这里边是没有任何细节的，直接平的，所以显得我觉得比较难看，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嘴型，不如说它直接就闭死，看着还舒服一些。眼睛涂的略微小了一些，不是特别的明显，这个淡绿色太跟这个盔甲颜色几乎融为一体了。头部的可动还是不错的啊，抬头、低头、左右旋转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大臂的平台90度，这里有一段旋转，它是线套式的啊，这里有一段旋转，然后这里大臂的这个根部也有旋转，手肘的双关节。手腕这方面，因为这个腕甲的这个臂甲的问题，它是有一定的干涉的啊，旋转是没有用，但是里外翻的时候或上下几乎就是干涉掉了，这点是差点意思。然后我这里还有个问题是，我2个臂的这个把持力度其实是有区别的，这个略松，往下回弹，这个就没有了这个问题。然后腰部的可动来说啊，后仰幅度还可以啊，但是这边穿帮，然后弯腰的幅度很不错，后边就没有穿帮了，整体的这个里边的链甲体现的也很漂亮。左右旋转360一点问题没有。然后它这是3段嘛，整体还可以可动。然后大腿的高抬，虽然说有干涉，但是90度问题不大。后踢的幅度就比较小了，这里的干涉比较厉害。大腿的平转，然后双关节的膝盖，然后最后重点就是这脚部了。它的前后接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因为是直装嘛，它一点左右都没有，比蚂蚁的还要纯粹。但是如果说你要真是需要一些斜的话，你可以把它偏一下，就是这个逮住它这个把它那个就是上下浮动这一块掰过去，就有一定的接地了。只不过很费劲，比较麻烦，你需要去找这个它那个左右的这个点。我现在就摆出来就可以左右了。
但如果掰回去上下的话，你就还需要找那个它那个上下那个节点，这个就比较难找的平衡。当然了，不希望大伙掰得太厉害，因为虽然说左右有了，但是前后就没有了，这点也是比较难受的。好，掰回来了。阻尼关节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说它的这个关节阻尼感比较紧实，不偏松啊，这一点把玩起来的手感还是很舒服的。所以说这套涨价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而且这个是魔术贴，应该是可以拆下来的，应该是可以拆下来的。我没有去尝试这个，看着是没有问题的。高度上来说，这款的高度其实是略高一些的。我拿一个 ST 家的玩具给大伙对比一下。它们的高度是一样的，所以说它是高于普通的1:12的这个玩偶的正常高度。把蚂蚁的放在旁边，就可以看只有到它的胸部。蚂蚁其实也不算一个小的1:12，如果是日系的话，可能这个高度会显得更矮一些。所以这个整体来说，它的高度是比较高的，接近于1:10，跟 ST 是一样的比例。好，今天都到这里了，拜拜。